今天石永信经历的网络游街，它只不过是历史上一次剥洋葱运动的重演。接下来要被剥的这些人呢，结局还不如石永信呢。他们可能要被迫自己脱，然后自己割。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28号。昨天节目我讲过了，一个人在执政晚期啊，他一定要干3件事：一个，立储接班人，谁是真实的执行自己路线的人，那有可能啊，最终还得落到血缘上，无论是老婆还是那个孩子。第二啊，他找的接班人一定军功上和政绩上乏善可陈，真正有本事的人啊是不会走那一步的。那怎么办？那就在社会中寻找这种有影响力、有号召、有信众的人，给他剪除了，这个是必然的。第三个呢，既然走向生命的末期，总要给后代留下点政绩吧。你不要以为说我现在橱窗里摆的谁谁语录，谁谁什么选集啊，那些东西啊，只要是一换人，基本上就是一风吹了，直接就你垃圾箱了啊。所以说啊，还得留下点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老毛留下什么？无非什么大庆啊、油田啊，那个东西能说事儿，对吧？那语录啊，早进厕所了。那老姜呢，他留下个三峡大坝嘛，对吧？那老习肯定也想留下东西。现在地产啊已经扶不起来了，你再砸100亿也扶不起来，剩下的可不就得搞个大坝了？那亚江啊，投资是1万亿，用10万年的时间，这1万亿哪儿来呀？现在啊，民营企业家、社会名流，你过去30年改革开放积累的那点钱，在党眼里，那只是我的政策好，让你有了发财的机会。现在组织缺钱了，拿回来有什么问题吗？一点心理障碍都没有。所以说，像施永信这种养肥的人拿来宰了，不还很正常吗？当然了，这2天啊，无论是国内媒体还是海外的这个反贼圈啊，打引号的反贼，都在热议施永信啊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啊？他和一个姓韩的叫韩明军的尼姑，你看这和尚有了权利，只要不受制约，他就惦记尼姑了，还自己搞个孩子。现在人家的尼姑呢也担任河南佛教协会副会长了，也有政治光环了啊，也有政协委员了。除了这点啊，再就贪污了不少钱，怎么着也得上亿，甚至是上10亿、100亿，这都是太常态了。有人讲，那为什么要把他抓起来不抓别人呢？实际上呢，官方在引导出一个理由，恰恰是在掩盖另外一个真实的想法。这个理由，按照香港01的报道说，他在2025年出访期间呢，违规自行擅自主张建了梵蒂冈的教皇方济各。我感觉这个呢，纯粹是糊弄那些外宾啊。你首先呢，施永信作为一个政治和尚，在这官场圈也浸淫了快小半辈子了，也得60多岁了，浸淫了30多年，全国佛学副会长。你觉得他不知道什么人能见，什么不能见吗？这帮人出去，他一定得有佛宗教局的认可，你去哪儿都有行程单的。而且在外访期间，以他这个有国内影响力，甚至有部分国际影响力的人呐，周围他一定有国安或者是这个国保的密探。说是警卫，实际上他就是监控。你见了谁，你说了什么话，你都是透明的。你说他敢去见方济各，没有经过同意，我想呢，这仅仅是一个明面上的借口。说你不行，你又不行。真实的想法很简单，该缺钱了，该搞亚江了，那搞谁呀？那就是剥洋葱。历史上剥洋葱啊，基本上都是先从外围开始剥，慢慢剥到最里边。这最里边可能就是自己的接班人，甚至是就是自己的亲密战友。这最外一层啊，那就是你只要剥它，人民群众啊喜闻乐见。平时那些社会名流啊，一朝光鲜啊，现在终于也成了这个臭大街的人了。所以说这几天国内的媒体上都在热传一份有警方的那个询问笔录，就询问他跟一个姓刘的女企业家
他们在香港、深圳什么发生多少次性关系啊，怎么发生的，记得很详细。你想一想，如果说这个施用信没倒台，这种它就属于叫国家机密，你泄露这个你是要进去的。现在为什么？就是要狂欢，让那些老百姓啊喜闻乐见。你只有把一个人的名声搞臭，他就再也起不来了。即使有一天放出来，你也无法再成为一个宗教领袖，因为宗教局已经把他那个间谍给他没了，那就相当于是开除这个公职啊，什么开除了那个教籍上啊，现在就是臭老百姓了。那除了这条呢，他还是要找一些什么没什么背景，既没有太多钱，也不掌握军权，也不掌握行政权力，你再好捏。实际上剥洋葱最外边的，你就是要捏软柿子。律师艺术家、演电影的啊，什么网络主播啊，宗教界的这些人呢，可能会接下来啊成为第一批历史上重演过。那接下来呢，这帮人老实了，当然这点钱修大坝基本上算是够了，但是还不行啊，你得继续包啊，因为真正能够影响自己继承人的位置的，还是掌握权力的人啊。再包就包什么呀？要包一些这个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了，因为这些人呢，权和钱只要一结合啊，他很多事他就能走得通。不敢干的事啊，你有钱了你就敢干了。所以说，像马云啊、马化腾啊、刘强东这些，以后都得小心了。弄不好以后你企业里就得入一个那种干股或者黄金股啊，政府说了算了啊，挣了钱了怎么花呢？怎么上税那都是他们的事了。你主要是一个精神层面的。所以说呀，接下来的富商，你无论搞什么电商的、地产的，啥赚钱，政府啊都要更进一步的，就不用登着锅台上炕了，直接过来给你把那个税收拿走了。你不要以为这个不出现过，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过那个公私合营。你说政府来既没资本又没技术，他怎么跟你合营？他手里有枪他就合营，你的小命在他手里，他就是可以跟你合营。实际上，除了这个要企业家交出自己的钱之外，他更多的是希望在全民之中不要有过多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的精神。这些东西怎么解决啊？那就是作家、艺术家、演电影的这些文化与思想的产生者，你得把这些人给搞老实了。所以说，历史上对于艺术家就特别容易要被清洗。那除了这些啊，既然说有钱的、有些小权力的搞完了，剩下就开始搞自己人了。我说的自己人啊，那就可能是封疆大吏、不听招呼的这个朝中人士。这些人怎么搞呢？那只能是拉一帮，然后打另外一帮。老毛啊，在这方面是高手，那老西学也是能学到一些精髓的啊。你至少说老毛一开始得了天下，他也干了很多糗事，那怎么办？既然党内有反对的，民生也不行，那就搞刘少奇嘛，因为他是党主席，刘少奇是国家主席。登报的时候，俩主席俩大脑袋在头版头条。你想，一个有专制思想的人怎么会允许天有两日呢？那怎么搞下去啊？那只能发动那些老百姓呗，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学生啊，开始搞文革，把那个刘少奇弄下去的。那除了这些人呢，像武功比较高的，我说的是那个军功比较高的民族英雄啊，彭德怀抗美援朝的英雄吧。你要把这些敢给你体检的人干掉，你必须得把林彪这种请上山，从苏州上山，上山以后开始搞这个彭德怀，国防部长也换了。那林彪让他搞的代价是说，我能让你接班，而且写进党章里去。最后啊，真正想接班的林彪一看，不是我呀，我只是一个虚的接班人，只是一个国防部长、军委办事组，这都不是法律的。副总理是谁？副总理周完了以后，华国锋啊，还有那个张春桥，他是当副总理的。那国家主席也没戏，你都不设国家主席。他想鼓励那个陈伯达搞国家主席，最后被老毛给弄了。所以说啊，主席也没事，这个总理也没戏，
你说这接班人接谁的班呢？最终发现啊，自己被涮了。真正要接班的还是执行老毛路线的那帮四人帮。所以说他和老毛的反目啊，包括那个北逃啊，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当然了，我们讲的这些啊，老百姓在这个统治者眼里，你即使是个部长，是个副总理啊，那都不是事儿。你比如讲吧，北京市副市长有个叫吴晗的，你说打倒也打倒啊，对吧？原来有个煤炭部的部长正部级叫张林芝，你说打倒也打倒啊，最后都搞死了。所以说，不要以为说小老百姓或者有一定官职的他就能够幸免。在这种体系中，一个人你掌握了巨量的财富、巨大的声望，它本身就是危险的。正好呢，我给你回忆出往事啊，历史上剥洋葱啊，它往往是由内往外，由外往内啊，它不是一个路数，非常滑活。给你举个例子呢，是1930年吧，那时候它还只是国中之国，搞了个苏维埃的那个国家，其实啊就是苏联的一个分部。那时候是中华民国政府时期啊。他在江西搞国中之国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内部清洗了。为什么呀？因为有人终究不听话的，不听话那就成百上万的杀。我看了一下数据，那时候打叫 AB 团，实际上哪来的 AB 团呢？你只要不给我一个想法，那你就是 AB 团。AB 团只是一个大帽子，扣上腰，最终死多少人呢？一开始是在内部党群机关里边，后来就发展到军队。最后呢是7.6万人啊杀了。你看那时候本身就没几十万人，直接就杀了7.62。然后呢是红十军和红四军冲突，导致呢红20军副排级以上军官全部被杀。这个回忆录啊，有时间我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很惨痛的事儿。有很多人幸免于难，是因为他值班去了，后来发现副排级以上全死了，而且动的是大砍刀，自己人啊跟自己人啊，那是红军内部啊。后来呢，搞的这个事儿的人啊，那就是毛委员了啊，这个通过政治保卫局干的这件事儿。那建国以后是不是应该安生了，和平时期发展经济啊？不是的。和平时期大家没钱，又要打抗美援朝，所以那时候就盯上民营企业家那点钱了。你有钱以后，你就容易不听招呼，所以说搞了个公私合营。当时我看了一下，1953年至1956年的3年间，在全国的公私合营期间啊，上吊的呀、跳楼的那都是上万了啊。再往下呢，就到了1968年。既然说已经执政差不多半辈子了，那是不是可以停下来呢？还不行。那时候又搞了，在1968年搞了一个叫3忠于4无限啊，什么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毛主席。其实啊，最终的你还是忠于毛主席，是吧？那谁不忠呢？不忠不就是个帽子吗？那时候谁扣上帽子，谁就可能会失去生命。我看了一下数据。1打3反运动呢，是从1970到1972这3年，全国杀的人多少？是15的20。后来发现毛严重不满意，杀的人太少。后来呢，他就指示周恩来发动了什么？下了一个指标，就是1/1000的阶级敌人要肃清。肃清俩字其实就是消灭的意思啊，不是说关无期徒刑，没有啊，直接就是消灭了。你想，当时8亿的国民，1/1000就是800万呢，而且底下人往往是什么呢？他会把你这种命令啊，他给你扩大化。有人呢，可能也是为了泄这个私愤，有可能是欠谁谁钱，把他弄死，钱就不用还了。就是人性中恶的东西啊，被极大的激发出来。所以说啊，当时杀的人和自杀的人是远远超过800万。而且提到了自杀者可能是占据多数，有的人他可能是被自杀的啊。后来呢，折腾到了后期，老毛发现自己身体啊，只要一中风，说话不清晰啊，还要靠自己的侄子去翻译的时候，他明显感觉到是慌张。如果再来一次中风呢，那底下人能不能立得住？他找的那个张春桥那4人帮能不能把握住这权力？所以说他就开始对自己的老战友啊进行了新一轮的杀戮。昨天节目我们讲过了，
这个周实际上有病，早就发现了，发现了以后就不给电灼，癌细胞就让你发展。当时的医生叫吴阶平啊，他在回忆录曾经写过，他是背着毛主席给中央警卫局下的命令啊，他说七老八十了，开什么刀啊？检查一下就行了。其实是检查的时候，吴阶平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给这个周恩来做了一次电灼，就是把那个癌细胞靠那个杀死。后来呢，他也再没有这种机会。最终老周上厕所都是跳着上，为什么？因为他膀胱癌，他这个尿不出来也不给你治，癌细胞已经扩散了。所以说后期他纯粹是发现他必须得死在毛前边啊。据说当天晚上毛还放了鞭炮呢啊，这张玉凤回忆录讲的。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朱德呀，还有那些爱搞事的康生啊，这些人物都有可能有一天会造自己接班人的反段，就必须要除掉。后来真正到周的时候，人讲七老八十的，最终不是也没放过吗？是让自己活活走的。好了，我们讲这些，其实最终呢，我想说，这次重演有可能会重演1942年的那个脱裤子然后自割尾巴的运动。那段呢，也许在未来一段时间是要重演。我简要跟你讲一下这个活动是写在当时的《解放日报》的我给你节选一下资料，我就找出来了。这是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的社论，执笔人呢是胡乔木，但是你知道这个最终作者还是老毛，他的名字叫《教条与裤子》。他讲的其实不是裤子，是讲的什么？一个人你无论是知识分子、干部还是党的副主席你在权力面前你都得要臣服，你都必须自己把裤子脱了，自己把自己的尾巴剪掉，你臣服了，没有独立思想了，自己把自己的脊梁骨打折了，他才觉得你放心了。有些词儿我觉得现在读起来呢也有点不堪入目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尊重史实。我给大家节选一段。这篇文章讲到，举个例子，毛泽东同志在他2月1日的演讲里曾经说过，今天党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是一部分党员中间还有三风不正的问题于是你也来我也来，大家把主观宗派尾巴割下来，大家一通把尾巴割完了，那我们的党不就十全十美了呢？可是尾巴是跳不下来的，大家怕脱裤子，因为里面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能看得见，又必须用刀割，还必须得出血。尾巴的粗细不等，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总之未必是件很舒服的事儿，这是显而易见的。然后他又提到了为避免这件事儿，我们就要来数一数延安的家珍吧。延安的某些干部与名流，难道不是主观教条主义的大师吗？他们现在真的已经觉悟了，已经转变了，难道不是在主观主义教条的路上进行吗？他当时所要割的就是党的干部和社会的名流，跟现在何其相似呢？既然说到了倒计时的10几年，人的生命也7老8十了，也得为未来做接班人了，这个你不得不找。第二呢，缺钱首先要剥洋葱，那施永信他不就是一片小小的洋葱吗？接下来你觉得他会停下来吗？像雅江如果搞成了以后他还会搞第二个其他项目，钱呢还会继续拨最终终究会拨到周围的人眼里。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那我就想问一下如果你觉得这种事情还会再出现吗？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咱们明天见。